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芙蓉糕，特意叫上市局做了些，还嘱咐他们一定要用新磨的糯米粉。尝尝，可还是你记忆中的味道。北疆风沙磨了5年的舌头，早已尝不出甜腻。这宫里的人和事，又何尝不是物是人非？阿玄，我知你因长姐离世爱痛难平，你和官家虽自幼相熟，但也不可再像今日一般对她无礼。贵妃娘娘言重了，微臣向来恪守君臣之礼，何来无礼？阿玄，你对我要如此生分吗？我是你二姐。长姐先世不过数日，二姐就晋升贵妃，如今还代吃封印。二姐觉得我该恭喜你吗？所以你并非真心想给我调理身体，我不过是你留于宫中的借口。宫墙之内，锦衣玉食，贵妃能凭长姐的余音步步高升，我替娘娘谋个前程，想来你不会介意。几乎都在这儿。看来那迷香多半来自宫外。若是宫外之物，我又该从何查起？大火前7日，邻居冰蚕寺的记录被人撕毁。果然，那场大火是有人故意为之。将一局所有人于院中站好，听候问话。这上宫局的李司正可是个活阎王，专管审讯，手段极其骇人。本官奉孟贵嫔之命，彻查九凤嫡文一案。真凶一日不查出，上一局宫门一日不得开，衣食住行皆由上宫局接手。本官有的是耐心。看来陈长师之死未能让孟贵嫔罢休。若是如此，怕是几日都出不去，可是个大麻烦。两两进入案牍室，接受询问。举报者有赏，知情不报者同罪。我看见了，是你杀了孙明世。下一组。拿下宫婢凤卿！居然是他！宫婢凤卿，你可知罪？奴婢不知何罪之有，还请大人明示。有人告发你昨夜晚归，行迹可疑，你去了何处？可是在偷偷绘制嫡文？大人明鉴，奴婢昨夜是调司县去的，这才回来晚了。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？九凤嫡文是你绣的？大人明鉴，九凤嫡文所需绣迹巧夺天工，绣样更是唯有历任长侍和上衣令才会有，奴婢怎会知晓？奴婢若是有这技艺，怎么会把手扎成这样？哼！昨日晚归，手上又有伤，
难不成这都是巧合？用刑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此前我只是高看他，这一劫他怕是躲不过。大人饶命！奴婢招！奴婢招！奴婢手笨，修功不佳，被长师训斥，就连孙内侍也因为此事责罚过奴婢，奴婢这才夜夜苦练修功。奴婢不说，只是怕因为愚笨被赶出上一局。孙内侍，司礼监的人。禀大人，孙内侍升任前曾任上衣令。如此说来，九凤嫡文的秀样，他也知晓。随本官去孙内侍房中搜查。走吧。他原来是故意卖个破绽，祸水东引，倒是聪明。看来我也能很快脱身了。司政大人，尚未寻到司内侍，但这……顾卿，先皇后。孙内侍，你死有余辜，正好为本宫做个替死鬼。确实出自同一人之手。大人明鉴，那奴婢可算是清白了。大人，孙内侍找到了他的尸体。站住！尸体竟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你随我同去，认个尸。是。禀司政大人，今早国人打扫冷宫，闻见京里股臭味，这才发现了尸体。看官袍，应是孙内侍。你昨夜去送司县时，可曾见过孙内侍？大人，这好像是什么祭祀之物。孙内侍仰慕先皇后，不满娘娘主持亲残礼，便与陈长侍合谋，在居衣上绣九凤嫡文，而后他便畏罪自杀，追随先皇后而去。是，微臣还在冷宫院墙下发现了祭祀之物，应是孙内侍自知身犯死罪，祭祀之后便投井身亡。哼，一介龌龊阉人，竟还想学男人深情。娘娘可要将此事禀奏官家？这点小事也要去劳烦官家？事情查清楚就行。李司正差事办得不错，赏。谢娘娘。大人当真厉害，不过1日就将案子破了。倒是有些过于顺利了。尸体脸烂成那样，属下都不敢多看。可大人您却能迅速断案，属下佩服。孙内侍昨夜绘制嫡文，祭祀后身亡，短短几个时辰，尸体的脸会腐烂到辨认不出。安排仵作秘密验尸。你回上衣局密查宫壁胭脂，尤其是凤青。是。
凤青。这香的味道，竟和那日灵堂的一样。文心，你在做什么？不是我没有告发你，不是我告发的你，凤青，不是我。你误会我了。我看到你杀了孙内侍，但我没有告诉李思哲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是孙内侍折磨我时留下的，如果不是你杀了他，可能今天没命的就是我了。凤青，谢谢你。你竟还有这般遭遇。这是什么香？这是西域的安神香，燃在床边便能快些入睡。西域安神香，你一个上衣局宫婢如何得来？这是我妹妹问堂在苏洁玉宫里当差时送给我的。苏洁玉，这香可会令人头昏无力？燃久了是会有些头晕无力。怎么了？思政大人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又出了什么差池？凤青，你的胭脂呢？宫中的胭脂是一季一发，上衣局的胭脂是上月所发，都没用多少，除了你。我的胭脂在我起夜时不小心打翻了，大人问我胭脂是为何？奴婢可以作证，我亲眼看到凤青打翻了胭脂。你确定是你亲眼所见？是。证词不足为信，熬过刑讯才算数。把凤青押走，回去慢慢审。你暗示本官孙内侍知道狄文的秀发，我也在他房间里找到了先皇后之物，紧接着他的尸体便被人发现，这一切查得也太顺了。能迅速断案是大人的本事，和奴婢有什么关系啊？尸首的脸被撒过蜜糖，才会在几个时辰内被鱼虾啃得面目全非。你如此做，无非是想毁掉杀人痕迹，但你在杀人时打碎的胭脂，刚好粘在了孙内侍的裤脚上。大人刚刚所言皆为推测。看来，不用刑，你是不会说实话了。奴婢百口莫辩，只是不知大人是否做好准备，向孟贵嫔承认查错真相。你威胁我，本官处置一个宫婢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奴婢死不足惜，但是一个能帮助大人升任上宫的得力之人，总好过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您说对吗？凭你一个自身难保之人，大人在此位置蹉跎10年，皆因10年前曾重罚了前太监总管、皇内侍的对食宫女，此后您便再无升迁之机。你怎会知晓这些后宫秘事？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若大人认定孙内侍的死乃我所为，我既有能力做得天衣无缝，对大人自是有帮助的。若大人肯借我一场东风，我必还大人一条青云之路。寻常宫婢怎会有如此谋略和气魄？我凭什么信你？永福宫的苏婕妤，我知道她身上一些破绽，大人只需将我送到永福宫，3个月内，
我必定助大人再立奇功。你这样貌，在苏婕妤那儿就是找死，根本活不过3个月。大人只需将我送进去便可。3个月内，我若做不到，任你处置。身为女子，姑娘出手未免太不狠厉。身为男子，大人行径未免太过无礼。说好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？大人此前不是说我没有资格跟你绑在同一条绳上吗？如今却来寻我，看来是有求于我了。聪明的人在这宫里，可不一定活得了太久。我来找你是为了做个交易，我需要查些事情，你在上衣局行事会更为方便。上衣局库房账簿记录有失，你暗中找人打探一下，上个月何人领取过冰蚕丝？他为何还不回军中，还要查冰蚕丝？那既是合作，大人，你也需要拿些诚意出来。你想要什么？太医署的舒痕膏。你倒是会挑，这配制秘方在我手里，我可以答应你。承蒙顾大人信任，合作愉快。你怎知我姓顾？你调查我？我要是连对方的底细都不清楚，那岂不是将自己性命拱手相让？这既是对自己的谨慎，也是对大人的敬意。你短短几日便能查清我是谁，不简单啊！没想到再见到阿玄，竟是如此机遇。可他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来给我找麻烦？他的行为举止完全不似一个普通工人，他到底什么来历？苏婕妤，入宫3载，圣恩稀薄，性极善妒，胸无城府，因商贾出身，受人青睐。永福公道。6宫深似海，诸妃心思各异，灵堂大火，便从你查起。你瞧着，这连纹金钗衬我鬓边可够鲜亮，官家见了可会喜欢？娘娘生得天仙貌美，也只有这9重金丝攒的簪子才配得上你。算你会说话，这全京城的金楼银房啊，独我苏家金匠才做得出如此精致的金钗。苏婕妤安，上衣局调来的宫婢到了。奴婢凤卿，娘娘万福金安。听李司正说你是个聪慧的，我最喜欢有用之人。你若用心侍奉，我必不会亏待你。是。生得这样一副狐媚样子，你是来伺候主子的，还是来勾引官家的？给我把这狐媚子拖出去，杖毙！你还想在永福宫动手不成？奴婢一介卑贱之人，死只能抵消娘娘一时之怒，但奴婢活着，便倾尽技艺，为娘娘在官家面前争彩。娘娘若是不想看到这张脸，奴婢毁了便是。
天这张脸，瞧着顺眼多了。李思正挑人的眼光不错，你是个识时务的，今后就和碧痕一起留在殿内伺候吧。只要合我心意，金银珠翠，本婕妤有的是，自然亏待不了你。赏你了。多谢娘娘。太后明旦将至，你曾在上衣局当差，知一之事便多上上心。我此番定要艳压群芳。娘娘，宫医置办一直是奴婢负责的，她一个新来的，恐会误了大事。给你添个新帮手还不好？放心，只要做好了，你二人都会有赏赐的。但要是做不好，你这脸上还会再添道新疤。起来吧。是。太后明旦，宫医务必先亮些，就算不能夺得圣宠，起码也能在孟贵嫔那儿讨个好。我的喜好，你多提点她。奴婢遵命。凤青，这陈棺的水温最是讲究，既不能沾了寒气，也不能烫着主子，你千万仔细些。有劳提点，多谢。没长眼吗？还有你！不过是洒了一盆水，再取来便是。碧痕姐姐，何必这般咄咄逼人？你少给我装腔作势！为了留在永福宫，不惜对自己下手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心思？在永福宫侍奉娘娘，可比上一局的苦差强上100倍。谁不知娘娘最是体恤下人，赏赐起来呀更是阔绰。这金钗说少便少了，一只破钗子也配拿出来显摆？我自小侍奉娘娘，你算哪根葱？你我同为婕妤跟前侍奉之人，与其在这儿逞口舌之快，倒不如将心思多放在选料裁衣上，得主子赏识，凭的可都是真本事。哼，还轮不到你这贱人说教。碧痕姐姐莫不是忘了，我来自上衣局，最懂料子的好坏。贱人，你少在这张狂，走着瞧。有劳姐姐再取一盆。多谢，你还是不要跟碧痕为敌，凡是他看不顺眼的，下场都不太好。那，你可知永福宫此前有个叫问堂的宫婢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也不要再提起这人。问亲曾说，他妹妹问堂是在永福宫病亡的，可为何这宫婢如此慌张？凤青，你的脸是苏婕妤伤的，我早该阻拦你去永福宫的，你为了帮我，却伤了自己。别担心，我脸上的伤是自毁的，只为求个周全。至于你妹妹问堂的事，你再容我些时日，我定查个水落石出。但是你也要万般小心。我让你查的冰蚕丝可有眉目？我找人问到了，上月曹嫔和苏婕妤均派人领取过冰蚕丝。曹嫔、苏婕妤，那上衣局库房的账簿记录为何有失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也是先去查的账簿，但偏偏上月的记录被撕掉了。被人撕了？嗯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事需要你相助。
给娘娘缝制的宫衣绣好了，明日未时，你随我一起去呈给娘娘，可好？好，我们一起去。碧痕姐姐为何抢我的东西？放肆！宫里的东西都是主子的，哪来的你的东西？我刚为娘娘绣好的宫衣，你怎么有硬抢的道理？下贱的东西，还敢跟我撒野！这明明是娘娘交给我的差事，我绣了几个日夜才绣好的。我本想亲手呈给娘娘，这是上衣局新来的料子，极少见的香叶色，我早早托人为娘娘留的。你只不过是绣了几个纹样，还想抢功？哼！果然，鱼上钩。你没事吧？这身衣裳衬着娘娘光彩夺目，连宫衣上的绣线都透着富贵呢。妹妹不过婕妤未分，就把上衣局顶好的料子穿身上，也不怕折了福气啊！曹姐姐有所不知，这香叶色原是春日枝头第一抹嫩黄，最衬朝气。姐姐如今这般年岁，哎呀，自是欣赏不来。贵妃娘娘，德贵嫔晨起不适，特意告了假。曹嫔，苏婕妤到。贵妃娘娘万福金安。苏妹妹瞧着气色不错，这宫装衬得气质格外出众。妹妹想着贵妃娘娘前几日心绪不佳，特地穿了这身衣服哄娘娘开心的。苏妹妹的心意倒是别致，可忘了今日是太后明诞。妹妹，你是想哄贵妃娘娘开心吗？我看你这分明是想哄孟贵嫔娘娘开心吧。姐姐每日围着孟贵嫔鞍前马后的，那才真是哄人的行家呢。妹妹学都学不来。孟贵嫔到。呀，苏婕妤今日与贵嫔娘娘，倒真是心有灵犀呢。苏婕妤好眼光啊！臣妾无心，娘娘恕罪。苏婕妤方才还说这抹香色穿在她身上是春日嫩黄，穿在别人身上是秋日残荷。我没有，臣妾冤枉。臣妾若知娘娘相中了这料子，岂敢与娘娘比美？今日众妃都素衣素面，只你出挑，还说没存比美的心思。娘娘息怒，臣妾知错，臣妾这就回去换。换，扒了岂不痛快？来人！娘娘恕罪，娘娘，臣妾知错，娘娘，臣妾知错，娘娘。先让你陷入困境，我再寻机出手，方能得你信任。我会在孟贵嫔选中的颜色上做好标记，你一看便知。不过是撞了件衣裳罢了，孟贵嫔何必大动干戈？贵妃能忍，本宫却忍不得。你这般宽容大度，倒是让后宫有心之人蹬鼻子上脸。给我扒！贵妃娘娘，娘娘，臣妾知错了，臣妾知错，娘娘，娘娘，臣妾知错了，贵妃娘娘，臣妾知错。孟贵嫔，今日太后明诞，你怎可如此肆意妄为？太后在时，最恨有人僭越。她若在天有灵，也会说本宫处置得当。孟氏竟然敢如此顶撞她！今日不可惊扰仙灵清静，既嫌扰了太后清静，来人，苏婕妤以下犯上，将其拖到宫门外跪着，以示公规。娘娘，时机已到。娘娘，娘娘，臣妾知错，臣妾知错，娘娘饶命啊！禀贵妃娘娘，贵
嫔娘娘，婕妤娘娘并非僭越，而是孝心可见。此话怎讲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何时轮到一介宫婢在本宫面前说话了？张嘴！官家驾到！朕方才路过，听殿内热闹得很，是谁在说孝心可见？回官家，婕妤娘娘对奴婢说过，先太后曾夸先皇后穿香叶色，端庄大方。确有此事。今日孟贵嫔娘娘和苏婕妤娘娘皆穿此色，是敬仰太后缅怀先后之举。回官家，不是他说的那样。太后干政，德不配位，臣妾绝无敬仰之心。那看来，你对太后既无敬心，对先皇后亦无缅怀之情。臣妾也并非此意。那你是何意？回官家，臣妾确实是在缅怀先皇后。那么，太后？官家圣明，太后功过自有官家论断。婕妤娘娘不敢妄议，只是恪守妃嫔之礼，当存孝心。官家，今日太后明白，孟贵嫔和苏婕妤皆只论孝心，后宫不得干政，6宫妃嫔谨记在心。你抬起头来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在朕的面前还敢如此护主！奴婢惶恐，奴婢护的更是官家天威，仁孝宽裕，以德服众。真是伶牙俐齿，还给朕戴上高帽了。罢了，太后葬入皇陵是朕的旨意，也是先皇后的遗愿，日后不得妄议。臣妾遵旨。他居然真的将太后葬入皇陵，还说是遵奴的意愿。你办的好差事，害本宫丢尽了颜面。娘娘，这料子是凤庆她准备的，她与上一局的人有交情。碧痕姐姐，这衣服我只绣了纹样，明明是你让上一局备的。娘娘，此事很多宫人可以证明。奴婢听碧痕姐姐亲口说，这香叶色的宫装是她特意准备的。奴婢也听到了。你个贱人，你居然敢设计我！我何曾受此大辱？留你这条贱人，如何能消我心头之恨？来人，别让这贱婢在我面前碍眼！娘娘饶了我吧，娘娘饶了我！娘娘，碧痕姐姐纵使有错，可也是出于忠心才误了事。他死了，你就能顶替他，如今却替他说话，看来你不仅忠心，还没有野心啊！奴婢只求服侍娘娘。今日的滋味可记清了，再有差错，可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谢娘娘，谢凤庆姐姐。今日凤卿忠心护主，重赏，日后可贴身服侍。
在那场大火中，你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？娘娘，可是有哪里不舒服？今日之事，现在想来都心有余悸。婉贵妃就是个纸老虎，根本招架不住孟贵嫔。娘娘消消气，宫墙内花无百日红，若孟贵嫔哪天栽了跟头，便是墙倒众人推。说的也是，先皇后母仪天下，不也一场大火就化成了灰？这后宫哪有什么常青树？倘若先皇后还在世，那孟贵嫔也不敢如此造次。先皇后从前最是刻板，但做事却是一碗水端平。后宫有她在时，曹嫔和孟贵嫔倒也安分。娘娘今日受惊了，听说娘娘这边有来自西域的一种香，特别能宁心静神，不如奴婢找来点上，给您疏解一下。西域安神香。也好，去架子上取下来点上。正是灵堂那日的香。这西域安神香和寻常香料大不相同，想来一定十分稀有金贵吧？旁人视若珍宝，不过是我苏家用来打点各宫的寻常物事罢了。剩下那半封赏你了，多谢娘娘恩典。退下吧。他似乎对本宫并无恶意，这安神香也被他随意赠予旁人，看来要另寻他法施舍。妹妹如今也是娘娘的贴身婢女，这些活就让我们来干吧。好妹妹，昨日你伺候娘娘时，她可有提起我？娘娘也是被孟贵嫔气到了，才迁怒姐姐。她还说，倘若先皇后还在，哪容孟贵嫔造次。娘娘一直想在先皇后那里寻求庇护，她还特意打造了纯金的如意，就想在皇后生辰时送上，可没曾想皇后竟意外去了。本宫生辰未到，她就已备好生辰。设计大火之人，应该不是苏浅雨。姐姐受苦了，我还以为娘娘待你是不同的，不至于像那问堂。你怎么也知道问堂啊？谁让他倒霉，给娘娘梳头时不慎扯落了发丝，娘娘一气之下，便用簪子刺进了他的脖子。奴才的命就如草芥吗？可不是嘛，咱可得把主子伺候高兴了。这样，我去采些海棠来给娘娘做胭脂，你也采些桃花来，可好？嗯，那我走了。问堂惨死，竟只因梳落了他几根头发。苏代，你如此草菅人命，本宫定要帮问堂讨回公道。站住！奴婢参见官家，官家万福。朕记得你，忠心护主听苏婕妤说话那个，你来干什么？奴婢来取些桃花瓣做胭脂。大胆！官家有旨，这棵桃树不得采摘，违者杖责30。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奴婢从不忍采花，这次过来也是等风起，拾些掉落的花瓣。你竟然还能有话说，狡辩！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起缘灭不由人。奴婢不采花，是因为不忍打乱这原本就短暂的花期。哎，别折，
花开花落终有时，又何必去折它呢？风一吹，这落英一样美。退下吧。奴婢告退。缘起缘灭不由人，难道缘尽于此？这残局就再无人替朕解开了吗？这位姐姐，凤琴可在？凤琴已经去了苏洁玉宫中做宫婢。什么？她去了永福宫？大人若是找凤琴有急事，我可代为转达的。她看来与凤琴关系匪浅。凤琴托你所查之事，可有结果？她没托我查过什么事情。你在说谎！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过来！说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顾大人好威风啊！欺负个弱女子，毫无半点风度体面。这疤是怎么回事？看来你向我讨要时就有事瞒着我，你可曾想过后果？此事我可以解释，顾大人不要牵其无辜。温馨，你先出去。告诉我，你查到了什么？他这般不择手段的追，若知道真相，怕是会做出更危险的事。目前尚未查到。没查到。请顾大人相信我，再容我些时日。你已经浪费了一次让我相信的机会。查不到，就用他的命来抵。医者执刃，当护苍生。顾大人身为医者，怎能用救人的刀行伤人之事？医者执刃，当护苍生。阿玄，你记住，医者执刀是为了救人，而非伤人。3日内我要知道结果，否则我不会再为不值得信任的人留任何余地。对不起，我连累你了。没事儿，只有没受什么伤。你怎么会招惹到他呀？说来话长，日后你遇到他，定要离得远远的。凤青，这么晚你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你妹妹问堂的事，我帮你问清楚了。不过是梳坏几根头发，就要他拿命去抵，他才16岁。苏代性情暴躁，动辄迁怒于人，我定会让他付出代价，自食恶果。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，今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我都听你的。撞杀内杀，官家都不追究了。孟贵嫔凭何吃我的世锦牌？官家政务繁忙，上个月费尽心思才让她留宿一次，如今这般，官家更想不起我了。娘娘莫急，奴婢有一计，可为娘娘争得圣宠。你有何办法？依奴婢之见，您不妨投其所好。